这个男人正在不停地喝水，谁知水喝完了还是很渴。下一秒，他看到远处的池塘竟像疯了一样冲过去，跳入水中，大口喝水。短短几秒，他就飘在了水面上。阿强赶紧把他翻过来，人竟然变成一具干尸，身体上的水分完全被抽干。没想到自己的客户突然就这样死了，阿强吓懵了。因为就在今天早上，新闻报道说，韩国各地出现整整58具干尸，全部都是水分被抽干。如果家里有人莫名极度口渴，应立即就医。他回到家，看到妻子和孩子们正在大量喝水，他马上拦下，赶紧让孩子们穿衣服去医院。另一边，警察开始研究干尸，发现死者们都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曾去同一条河里玩耍。阿强弟弟是个警察，他奉命来到河边的村子调查水源，但村长和村民们都非常抗拒，认为这样调查会影响旅游生意。没办法，弟弟只好在车里睡了一晚。结果第二天，他惊呆了，昨晚清澈的河水一夜之间又出现了大量干尸。专家怀疑水里有毒，但经检测，河水并无异常。可疑的是，在每具尸体内都存在一种寄生虫，变种铁线虫。这种生物一旦寄生在人体内，就会大量吸食人体的营养，发育成熟后就会刺激人类大脑，造成口渴的错觉，让人控制不住的跳入水中。它们就会带着水分和营养破体而出，产卵繁殖，人类也因此会被抽干而死。政府一时也想不出解决办法，只能把患者聚集在体育馆隔离起来。但他们不知道，一旦有人发作，身边的人都会跟着发作。这时，村长看到这一切，找到了刑警弟弟。原来，在几周前，村长在湖边看到一群黑衣人将几只病狗放到了湖里。由于快到假期，不想影响了旅游的收入，村长就没有上报。谁知竟然死了那么多人。妻子临走前想收拾一下厨房，可一听到水龙头的水声，眼神突然变得极度饥渴，一头扎进水池，疯狂的喝水。阿强吓坏了，赶紧将他拉出，但妻子已经丧失理智，拉也拉不住。他一转头，发现孩子们也变得很奇怪，儿子拼命喝水，小女儿渴到差点从阳台跳下去找水喝。阿强拼命的拉住他们，才拦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医院里不计其数的人疯了一样朝同一个方向飞奔，拦都拦不住。他们都极度想喝水，纷纷扑向附近的水源、河里、泳池，甚至还有鱼缸。很快，这些人身体的水分全被铁线虫抽干了，整座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人间地狱。有人得知是寄生虫在作怪，决定直接吃打虫药试试。谁知铁线虫的垂死挣扎，反而导致病人口吐出黄色液体，立即死去。终于有一条好消息了，一个患者乱吃药，竟然无意间治好了自己的铁线虫。政府找到制药公司，要求赶紧开工制造特效药，可公司负责人却说机器老旧坏了，一粒也生产不出来，而他也不想公开配方，除非政府花5万亿韩元收购。而阿强刚好在这个制药公司上班，听自己部门的主管说仓库找到一盒剩余的，赶紧花大价钱买下4颗。结果在路边看到抱着小孩的母亲，可怜又无助，已经走进副驾驶的阿强又走了下来，偷偷来到女人身边，拿出一粒药给她，不料却被其他人看到了，纷纷扑过来抢。在人们的疯抢下，阿强手中的药被踩成了粉碎。阿强哭了，抓着地上的粉末，连续几巴掌打在自己的脸上。自己的妻子还在隔离区痛苦地坚持着，当他看到大桶水，坚持不住了。阿强的妻子举起水桶，不断地灌自己，大口喝下，越喝越渴，全身都被灌湿了。2个孩子看着母亲的样子，十分恐惧，再这样下去就会被水活活撑死。突然，水桶被人一下打飞，是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女人。可阿强妻子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拼命爬过来，想要继续喝。女人大喊：“妻子这才回过神来，他转头看到了儿子和女儿，停下了。与此同时，阿强也没有放弃，通过关系，他找到了药贩子，结果钱刚交出去，警察就来了。药贩子为了逃避责任，转身就把药冲进了厕所。阿强伸手去捞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崩溃之际，他接到刑警弟弟的电话，说他根据线索找到了制药公司前研究员的下落。2人立马动身找人，在威逼利诱下，男子说了实话。原来制药公司为了钱，故意将变种铁线虫投入水源，趁机哄抬药价，借此大赚一笔。他们先拿狗做实验，将狗狗放入河水中，哪知道沾过河水的人竟然全部被感染了。私藏的10万份特效药就在这个仓库里。阿强和弟弟冲了进去，先开补一盒又一盒的特效药，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兄弟俩却被人反锁。紧接着，一个燃烧瓶扔了进来，一瞬间点燃了所有药品。还好在事发前，弟弟给女友打了电话，及时赶到。就在2人逐渐失去意识的时候，弟弟女友直接冲破大门，救出了他们。当阿强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冲向现场，但特效药已经全部烧成灰烬，这是他第3次失去希望了。
这时，他忽然想到，制药最重要的就是原料，如果能搞到有效成分的原料，或许可以生产出特效药。于是，兄弟俩兵分两路，阿强去制药厂找原料，弟弟去体育场看望家人。这时的体育场，所有感染者纷纷抬头看向消防喷头，一旦按下，大家体内的铁线虫就会破体而出。众人实在忍不住，一呼而上，阿强妻子拦也拦不住，还被推倒在地。大家按下开关，抬头望去，竟然没有出水，原来是阿强弟弟用最快的速度将水闸关上了。与此同时，制药公司老板和政府已经谈好了价格，所有不平等的条件，政客全部答应。正准备签字的时候，有人闯了进来。看来他已经知道了老板的阴谋。另一边，阿强开着大货车撞开药厂的大门，冲进原料库，忽然一大批药厂员工出现在身后，阿强慌了。谁知员工们也看不下去老板的作为，一起帮着阿强搬原料，然后各大药厂纷纷开始仿制这种特效药。很快，一辆辆运输车开在了路上，这场危机才得以被解除。韩国得救了，阿强也在体育馆和妻儿团聚，一家人拥抱在一起。这一刻，阿强明白，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